3个小畜生虐杀埋尸后，被拉入了恐怖游戏。受害者哭笑着向他们走来，我的眼睛好疼啊，我的脑袋好疼啊，你们是来陪我的吗？现实中不会降临的惩罚将在此处实现。我赶到寒光小镇的时候，正好赶上3个小畜生们大放厥词。人是我杀的又怎么样？还不是因为他手里有钱，要是没钱我怎么会做错事？我妈妈告诉我了，我是不用偿命的。吵，再吵我们也不会死刑的，转个学就能完事的事，有什么可吵的？霸凌3人组丝毫不惧怕地瞪着村民和刑警，为首的人年纪最大，面对质问只是嘻嘻笑着。他满不在乎地耸耸肩，如同施舍般大发慈悲地道，大不了我就如你们的意，去转学好啦，这样你们总该满意了吧？原来在他眼里，一条人命只等于让他转学。我垂下头，只觉周身都置于黑暗中，骄阳似火的午日不再热灼，反而多出几分凉意。我抬起头，却见日薄西山，夕阳西下，周身没了人群，只有霸凌3人组和面面相觑。而此刻，熟悉的系统音响起，欢迎进入寒淡特殊学生学校，7天时间内，请玩家自由探索、自由组队，探索 NPC 小光的一生，打出正确世界线。转瞬间，我们从现实世界登入了恐怖游戏。这是哪里？那些家伙呢？开玩笑的吧，老大，这是什么情况？年纪小的2位慌了神，纷纷看向3人组中的老大。老大皱了皱眉，显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只能草率地得出结论：不用怕，这都是那群警察在故意吓唬我们。他眯了眯眼，笑容不乏恶意。刚刚不是有东西说这里是学校吗？真逼急我，就再杀一个，我不转进这个学校不就得了？真是死性不改。我收回视线，打量周围的白雾。这次的副本看上去有些难度，因为一进来就听见弹幕开始嚎叫。暴食鸟是我的被动技能，但我一向觉得这个技能很是鸡肋，只能看见弹幕一些没什么营养的感叹。只是这次似乎是一个意外啊！怎么是这个副本啊？这可是神级副本啊！一进来就看见325仔，我眼睛都不干净了。等会，神级副本，思思宝宝，你真是什么运气啊？怎么第2次游戏就是这个副本啊？上次进入这里的6个玩家全是 S 级大神，却还是全军覆没了。这次那3个小学鸡看着就是新手，怎么玩啊？就看你们思思宝宝领盒饭哦。弹幕不乏有些恶毒言论，但我却毫不理会，继续打量周围。神级副本就神级副本吧，既来之则安之，逃避是最没意义的事情。宝物里除了我和霸凌3人组外，只有1男1女，一共才6个玩家。男生身着西装，是个老熟人，是上次的游戏玩家牧明。但不同于上次游戏的疏离，他一见我，眼睛一亮，便大步向我走来。又见面了，这次游戏机制有些不一样，你要和我组队吗？周围没有程月的身影，这次他们似乎没一起组队。弹幕也在此刻恰到好处的出现。一看牧明一个人，我的心就一哆嗦，痛，太痛了。看到他的面板变成 S 级，就更痛了。没开玩笑，众筹弄死夏薇这个逼人吧。我越发一头雾水。虽然对他的示好有些意外，但我能感受到他没什么恶意，所以并没直接拒绝。在危险的环境里能有一个盟友，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我笑了笑，要看游戏的具体情况，说不准我们会站在2个阵营里呢。牧明抿了抿唇，有些消瘦的肩膀颤了颤，语气却斩钉截铁：不，我们一定会在一个阵营里的。我不置可否，系统既然提示自由组队、自由探索，那这个自由就很耐人寻味了。人未必会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选择。眼前薄雾褪去，一个少年的身形出现在我们面前。少年迎上来，对我们笑道：我叫小光，你们就是这学期的转学生吧？韩校长让我带你们熟悉熟悉学校。话音刚落，霸凌3人组忽然惊呼出声：怎么是你？你不是死了吗？我明明亲手把他埋了，怎么会？惊呼声此起彼伏，有恐怖，有不安，却唯独没有一丝愧疚。面对几人的惊呼质疑，小光只是不解地挠了挠头：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你们的意思。为首的那位忽然冲过来，结结实实地给了小光2巴掌，他倾尽全身力气砸向小光。他一边打人，一边高喊着：你们俩还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他一定是回来对付我们的，只要我们先下手，就会没事了。剩余2人如梦初醒，也加入殴打 NPC 小光的阵营里。小光被他们踹倒在地，却始终没有还手。上次的恐怖游戏可是开场就有人死了，不只是我，弹幕也在疑惑，这什么情况？这 NPC 居然没还手。一般来说，副本初期不是铁定会有人限制吗？楼上的你是不是没看小窗？系统说了，由于游戏内初中生超过半数，所以自动触发新手保护期和隐藏机制。而且这个副本来就是个解密游戏，一般初期都是相安无事的，可怕的还在后面呢。不过神级副本嘛，危险与机遇并存，虽然风险很大，但一旦通过，这里掉落的可是神级道具呀。眼见这边愈演愈烈，霸凌者毫不留手，一副不把人打死誓不罢休的模样。虽然知道这只是个游戏副本，但我到底无法对这种事做到视而不见。我拿出爸爸给我的道具，增幅力量，把这家伙拉开。牧明见我插手，立即加入战局，帮我按住人。
小光木然地从地上爬起来，作为 NPC 的他仿佛没什么情感，只静静看着我们继续走剧情。今天是星期日，每周的星期三和星期日，我们要去忏悔厅接受审判。周一、周二早8点，我们必须去教学楼上课。而今天就是星期日，所以身为转学生的你们需要和我一起去忏悔室接受审判。小光话音刚落，我手上一阵刺痛，我低头一看，右手手腕处赫然多了一道浅浅的白环。我连忙打量周围，便见身侧的牧民手腕上赫然多了个和我一模一样的白环，而霸凌3人组手上也有变化，但却是黑环。一直没动手的女生手腕上则没有任何变化，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我明显感到她在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我凝神思索，可就在这时，系统声适时出现。由于部分玩家违规，神级 BOSS 将提前苏醒。我的心顿时一颤，上次这类提示音出现的时候，我见到了爸爸，那么这次呢，是不是也能？心思刚起，我却猛然想起，上个副本是5S 级副本，而不是神级，或许副本 BOSS 并不一致。就在这时，系统音再次出现，接下来为保任务如期进行，将对不遵守规则者采取半强制功能，所以请各位玩家主动配合 NPC。此言一出，我和弹幕都愣了愣，弹幕更是忍不住盖楼300层，以此表达有多无语。哈哈哈，周围几个熊孩子居然把游戏系统逼到这种地步了吗？看来大家都听出系统的言外之意了，不这么做的话，那几个熊孩子根本不会配合吧？真是活见久啊，第一次看见游戏系统吃瘪。我看着一行行的弹幕，一边思索着，一边跟着 NPC 小光朝忏悔室走去。忏悔室在1楼，长得和普通教室没什么两样，我们跟随小光一起坐在前排。我坐下后还特意看了看周围，身后几个玩家都一起过来了。值得注意的是，霸凌3人组虽然满脸不情愿，但却没再生什么幺蛾子，想必是所谓的半强制功能起作用了。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忽然响起，一个戴着黑框眼镜、一身职业装的美女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讲台上。不知是我的错觉，还是这位神级 BOSS 的能力，我一见面便觉得她让我心生亲切。她声音温柔，眸中却不掺杂任何感情。看来大家都到齐了，那么接下来审判开始。他打开手上黑色皮质的书本，低吟道：“我聆听神奇的声音，上帝说乖孩子应该被赐予光环，他带来了上帝的福音；而撒旦说众生平等，坏孩子也该获得光环，他带来了罪与罚，却也拥有撒旦的庇佑。”话音刚落，审判者扬了扬手，我们手上的光环便都闪了闪。光芒褪去后，我明显感觉手腕上原本浅浅的白环痕迹变得清晰了很多。我快速看向身侧，自从进入忏悔室，牧民就一直坐在我身旁。变故突生，我下意识便转头看他的情况。果不其然，他手上白环同我的一样清晰。我又快速扫了一眼周围，霸凌3人组的黑环也变得清晰了，不同的只有那个女生，从开始到现在，她手上都没有任何痕迹。见我看向她，她立即和我对视，冲我笑了笑。同样对我微笑的还有审判者，他拍了拍手，临走前留下最后一句温馨提示一下：晚上10点前，你们要在各自的寝室里待着哦。那么就祝你们这周玩的愉快啦。这就完事了。什么上帝，什么撒旦，还以为有多吓人呢？搞这么大阵仗，不也没出什么事啊？一片平静中，霸凌3人组为首的老大嗤笑一声，他轻蔑地看着身侧的同伴老二、老三，你们这也不行啊！两人笑呵呵地应和着，还是老大你厉害，我们还以为有多吓人呢，结果和那些老师一样都是纸老虎，根本不敢对我们做什么的。几人笑成一团，相继离开忏悔室，我却皱起眉头。神级副本自然不可能这么简单，又何况木虽然在吐槽，但一直在给信息。能让 S 级玩家都无计可施的副本，一定有它的难点，只是目前的信息太少，我很难从中推算出什么。牧民忽然开口，我们是一个阵营的。我知道这是好的意思，这意味着在这个副本里我们会是队友。而现在我得和我的队友交换信息。我道，目前来看，这是个解密本，目前应该分为2个阵营，我暂且称为上帝阵营和撒旦阵营。我们身处上帝阵营，手上的白环就是见证。牧民点了点头，补充道，按照审判者的说法，我们会有上帝的福音。虽然目前不理解福音大概是什么意思，但依据我以往的经验来看，这应该是个 buff， 有着类似让 NPC 不能攻击我们的功能。我接着道，至于撒旦阵营，罪与罚先暂且不论，目前信息太少，我们无法推断，但 BO 2字这个信息给的就很明确了，撒旦阵营一定也有什么 buff 加成，你有什么头绪吗？牧民摇了摇头，很抱歉，我从未打过神级副本，所以并不清楚。我点了点头，知道牧民大概率没说谎，就连弹幕给的信息都很少，牧民不清楚也是情理之中的。高跟鞋啪嗒的声音忽然响起，我猛然抬头看向声音来源，是审判者去而复返。我心中一阵紧张，他这是想做什么？难道我们哪个环节做的不对，要被惩罚了吗？审判者笑眯眯地看着我，希望我没打扰到你们，看起来你们聊得不错。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感觉审判者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可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自己接触过这号人物。
但眼熟并不能打消我的顾虑，我警惕地看着他，他却只是轻笑道：“你总能选对正确的方向，对吗？祝你好运，我的孩子。”说完这句，他就转身离开了。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却又忍不住琢磨他的话语。正确的方向指的是什么？是说我们身处的天使阵营是能够通关的吗？我带着满腹疑问和慕名离开忏悔室，可就在这时，砰的一声，有什么东西从上面坠落。我低头一看，便见白色裙摆上溅上红色血迹，而身侧的穿着校服的学生同样被红色掩盖。啪啪啪，有人在拍手。我循着声源看去，便见审判者站在暗处，他收敛笑意，整个人看着有些冷硬。我对着他平淡无波的双眸，听他道：“变革总是需要流血的，对吗？”我心中一颤，一时却又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得垂下眼。我不敢和他对视，因为总觉得审判者这个副本 boss 能将我全部看穿，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随着审判者的动作，暗处突然出现一个人，他穿着工作人员的衣服，整个人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如上一个副本的 NPC 一样。这人目光空洞，处理地上的尸体。慕名死死盯着 NPC， 忽然冲了上去，他急不可耐地问：“你还记得我是谁吗？”可从始至终 ，NPC 也没丝毫理会他。很快 ，NPC 便退场离开了，和之前副本的面具人没什么两样，只一瞬间就消失不见。刚刚短暂出现的 NPC 好似把慕名的神智一同带走了。慕名发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努力想扯出笑脸，却以失败告终。最终，他只能用暗哑的嗓音道：“刚刚那个 NPC 是程月。”我顿时愣在原地，在我眼前，弹幕一排排滚动。呜呜呜！我的程月 CP 是提起来就会心梗的程度。楼上别说了，已经开始自闭了。那么好的程月变成了 NPC， 狗系统你没有心？我皱起眉头，印象还停留在上次副本里的程月，只过了3个月的时间，怎么会反而是慕名率先做完情绪管理，对我道：“好了，他的事以后再说吧。根据刚刚审判者的提示，我们得各自回寝室了。”是了，刚刚审判者唯一提及到的信息就是这个。虽然现在时间还来得及，但说不准寝室里会有什么信息，在没有头绪的时候，也只能从这里入手了。我按照校园的标识找到女生寝室，一进门就被寝室阿姨领到444这个屋子。这房间号看起来可不太吉利。我有意试探，开口问道：“只有这间房间了吗？”阿姨嗤笑一声：“你们转校生就是麻烦，只有这间，你和另一个转校生一起，没有其他的选。我告诉你们，别想着耍花招。虽然今天是周末，你们还处于保护期，但这并不代表我不能对你们做什么，听到了吗？外强中干，越是强调在意，便意味着他还真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也只是很敷衍的点了点头。哦，我知道了。”宿管阿姨顿时有些气急败坏：“你这是什么态度？别怪我不和你说。只要过了今晚12点，你们的特权就结束了。到时候，哼哼。”我面无表情的继续点头。好的，我知道了。也就是今晚12点前，无论我做什么，你们宿管或者说这个学校里的所有人都不能对我做什么，对吧？宿管有些气急败坏：“我什么都没说，这是你自己说的，听见没？”我耸耸肩，我不过是把你的话重复了一遍，你怎么就这么害怕？难道说？我眯了眯眼，笑呵呵地看他，是系统要求，你不能把明面上的信息给我们吗？见我提及系统，宿管阿姨 NPC 的面容越发惊恐，她不敢再说什么，飞速逃离了这里。那表情，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恐怖游戏里的 NPC 呢。不过我摸了摸下巴，还是有收获的。从刚刚见面开始，我就有意试探了。以往刚登入恐怖游戏，稍稍不配合 NPC 就会被恐吓针对。可这次无论是最开始向 NPC 透露不满意，还是后面追问 NPC 信息，他都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伤害行为。所以目前能确定的是，今天晚上他们这6个转校生是有特权的。至于特权，我倾向于失控，不被怪物攻击。还有一个信息就是 NPC 似乎知道自己是归属系统，知道系统存在的。正思考着，444房门忽然被人从内打开，一个女生探头出来，对我道：“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宿管没带你上来吗？”我当然不能说实话，只道他把我送上来之后就走了。我刚想推门，你就出来了。说话时，我的视线快速瞟了一下他的手腕，他腕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痕迹，这就意味着他没有选择任何阵营，所以也不怪我对他有些防备。毕竟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相比于我的谨慎，他就格外自来熟。他向我伸出手，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赵强，是你的临时舍友。”我回握他的手，道：“陈思思。”赵强从善如流地继续道：“那么，陈思思，你要和我一起去解密探索吗？”我心中有些警惕，但面上却不显。去哪儿？赵强笑道：“当然是南寝了。我相信你也推算出来了，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被惩罚的。”赵强凝望着我道：“游戏是公平的，女寝既然给了线索，那么男寝必然会有，何况 NPC 小光也在男寝。”我心下点头，刚刚故意试探宿管时，我就打算这么做来着，只是赵强并未选择任何阵营，眼下却又主动提出一起南寝，我不由多留一个心眼。
所以我虽然面上答应，但却寻了个借口上厕所，将凯瑟琳放了出来。自从上次游戏结束，我便发现自己拥有这个技能，可以将游戏里带出的鬼怪和道具收容在一个空间里。这个技能对别人来说可能有些鸡肋，但我对来说却是王炸。所以在这个副本中，明面上我只是孤身一人，可实际上凯瑟琳和阿宝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眼下凯瑟琳从空间出来，一见面就问是需要我去忏悔是吗？身为前任 S 级 BOSS， 凯瑟琳显然发现了通关线索。目前来看 ，NPC 小光在一开始就强调的忏悔室很显然是个关键线索，而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线索就是 NPC 小光身处的男寝室了。我立即点头，和聪明人打交道就是这点好了。短短几个呼吸间，我和凯瑟琳便达成共识。我和阿宝去男寝室，而凯瑟琳则趁我带着赵强离开的空隙，前往忏悔室解密。然而计划到底是没有变化快，我和赵强走到男寝室门口，才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被男寝室门口的老大爷拦住了，他半眯着眼，语气森冷，两个转校生来这里是想做什么呀？女孩子可不能随便进男寝室啊。赵强眨了眨眼，笑嘻嘻地道，我来男寝室找我男朋友都不可以吗？我有些惊讶地看着赵强，心想这人胡说八道的本事可真是强大，然后心绪翻涌间，我也没漏掉关键信息。NPC 一见面就知道我和赵强是转校生，那么同理，那些 NPC 学生也应该一样，所以今天绝对是个动手的好时机。赵强还在和老大爷拉扯，但无论他怎么说，老大爷都不为所动，还当着我们的面关上了门。可很快，门忽然开了，牧民急匆匆地和我打了声招呼，便朝着忏悔室的方向走了。沉寂许久的弹幕也因牧民的出现翻涌。牧民怎么回事？他是男生哎，在这个副本里是可以在男寝室待着的，这里可是离小光更近啊。是啊，身为男生的他明明在男寝室更具有优势，怎么跑去忏悔室了？答案只有一个，因为程月在那边出现了，牧民应该是为了找他吧。果然啊，感情让人失去理智。我暗叹一声，也知自己拦不住他，我也没什么立场拦人。与其寄希望于不靠谱的队友，不如想想眼下该怎么破局。我反复斟酌着 NPC 大爷的话语，女孩子可不能随便进男寝室。那么什么是随便？我盯着寝室外围焊上栅栏的2楼，心下顿时有了定论。你在想，不走正门就不是随便进去了，是不是？一张放大的脸忽然冒了出来，我一抬眼便看见赵强和我靠得很近。他笑意盈盈地看着我道，我们一起翻上去怎么样？翻墙这种事2个人总比1个人要容易，对吧？对此我当然表示认同。我们抓着彼此的手，相互扶持着爬上2楼。当然出于保护自己的底色，我没有动用任何道具，所以爬上2楼后，我整个人灰头土脸的。赵强忽然伸手擦了擦我脸上的土，他指尖冰凉，面上却笑嘻嘻地，小姐姐，我们好像在做坏事哦。我微微一怔，下意识躲开他的手。赵强没再继续，因为一阵乱糟糟的声音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我立即站起身，朝着声源跑去。右侧方的位置，一群男生正围着中间那位吵闹，他们得意洋洋，神情自若。嘻嘻嘻，又到了每周1度选沙包的环节啦！让我看看谁是那个沙包啊！选呀选呀选沙包，选到一个大沙包，让我们想想，小光同学，你是不是和上一个沙包是好朋友啊？嘻嘻，沙包的好朋友也会是沙包吧？一定是，一定是。恶意在面容上渐渐放大，他们围着中间的男孩一圈一圈绕着，像是盯着肉块的苍蝇，恶臭又惹人厌烦。灯光照在他们的影子里，却照不出人影。我盯着他们逐渐扭曲的影子，眼睁睁看着影子从人形幻化成恶狼，好似下一秒便要扑向小光，扑向我。世上没有感同身受，除非你真的身处过其中，做过那黑暗中的主人公。而黑暗中，身后有人悠悠叹息，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陈思思同学，我回过头，便见赵强冲我微微一笑，不用谢哦，我这可是在帮你。说着，他甩出一个黑色的东西在我面前，而后利落地翻下窗户，消失在男寝室。动作一气呵成，和刚刚费力同我也一起爬墙的家伙判若两人。又被人坑了呀！说实话，我自己都有些想笑。然而黑色物品一到我身侧，便开始吱哇乱叫，那是警报器。围着小光的男生自然也被巨响吸引，他们一致转头，如狼一般的眼神死死锁定我。记忆仿佛在一瞬间重叠，同样可怖的眼神，只是发生的场景不同。这次事件的主人公不是我，我却并不觉得庆幸。他们很快便围上来，像刚刚围着小光一样，把我团团围住。转校生，你怎么来这里了？嘻嘻嘻，女转校生怎么会来男寝？还来得这要巧啊！我无视这些压迫感，手上握住道具，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你们刚刚在做什么？又为什么这么做？为首的 NPC 哈哈大笑，而后理所当然地道：我们在做什么？当然是在找乐子。周边有人附和着：是啊是啊，学习那么无聊，压力这么大，我们找找乐子都不行吗？人在极度无语的时候，果然是会笑的。我笑着说：那么如你所见，我也是来找乐子的。是吗？那你的乐子是杀了我们吗？
NPC 眨了眨眼，依旧带着笑。我皱了皱眉，却见他舔了舔嘴唇，丝毫不掩饰恶意，继续道：可我们还没成年哦，今天又是平安夜，转校生小姐，无论你做什么，都毁灭不了我们的，你只会加剧那家伙的死亡而已。哈哈，你就算竭尽全力，也救不了那个沙包。虽然知道这可能是 NPC 在故意误导我，但想到那种可能性，我心中不免还是一颤。就在这时，老大爷的声音忽然响起：你们这么小兔崽子都在干什么？还有你，那个女转校生，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心下一紧，但我并不是害怕，而是忽然发现 NPC 说的话很有可能是真的。老大爷忽然出现，就意味着这一点，至少在此刻，他扮演的就是一个中庸者的身份，既不会让我动手，也不会让他们动手。系统给的提示已经很明白了，今天不是动手的时机。老大爷瞪着我，语气不善：你还看着我做什么？转校生还不给我滚出南寝！哦，知道了。我随意的点点头，算作答复。老大爷气急，冲我吹胡子瞪眼：好呀，你给我等着，明天我要是再见到你，一定要把你狠狠撕碎。我无视他的威胁之语，然而下一秒我就无法无视了。系统的播报声响起，玩家陈思思吸引 NPC 仇恨值，获得 debuff 南寝老大爷的怨气。游戏时间内限制玩家在南寝室一切活动。不是，这也太草率了吧！刚从南寝室出来，就见慕名失魂落魄地走来，看来他没见到想见到的人。慕名见到我，眼睛亮了亮，主动开口：我在忏悔室得到了线索，我们要在晚上12点前回到寝室。结合新手保护期来看，一到0点，我们这些转校生的保护机制便会失效。他语气急促，神情有些窘迫。我知道这个信息对你来说可能不是很重要，他太好被猜到了，但你相信我，我们选择了一个阵容，我是能帮到你的。慕名脸色憋得发红，几近哀求：我是有价值的。和这轮游戏见面相比，慕名的态度越来越卑微了。我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我当即便问：你遇见了什么？又希望我帮你什么？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直接，慕名脸色变了变，但还是道：我在忏悔室看见了血腥女仆，上轮游戏的 NPC， 我发现她在帮你找线索，所以我推测你的技能应该是能够将 NPC 带离游戏。我道：她不是血腥女仆，她叫凯瑟琳，以及你是想让我把程月带离游戏，是吗？慕名点了点头。我道：我和你的想法一致，不过关于我的技能，我也不知道太多，但关于程月，我一定会尽力而为。谢谢你。慕名眼眶通红，看上去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我摆了摆手，道：不用谢我，我愿意带他出来，主要是因为他本身值得，我很感谢他上次游戏里帮助我。我看着手足无措的慕名，指着手上出现的第2个白环，继续道：既然你给我提供了线索，那么身为队友的我也该对你共享信息，我们既然已经选了阵营，就要全心全意帮助小光。刚刚的系统播报你应该听到了，南寝室的解密部分要靠你来完成了。慕名立即应下，快步走入南寝室。在他走后，阿宝立即冒出头了：见鬼的游戏规则，真是不公平，怎么直接限制你不能进南寝室啊？还有那个赵强也是，他神经病吧，在搞什么？我却镇定地摇了摇头，道：游戏是绝对公平的，系统给出这个限制，估计就是觉得我破坏了游戏平衡。至于赵强，提起他，我顿了顿，低头看向手上第2道白环，有些复杂地道：或许如他所言，在他心里，这就算是帮我了。哼！阿宝用鼻子哼出一口气，显然一点都不信。我摸了摸他的头，出声安抚：好啦，别生气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寝室，免得再出变故。凯瑟琳想必已经回去了。奇怪的是，我回到寝室，却并没看见凯瑟琳，赵强也不在这里。我还未来得及思考，一阵绵长的钟声便忽地响起，下一秒，我便失去了意识。第2天一早，我伴着绵长的钟声响起，我侧头一看，时间正好是早上8点。这个副本会让人在晚上强制入眠，看样子我们目前的活动时间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12点了，时间上倒也还算充裕。钟声退去后，冰冷的系统音便紧跟着响起，请全体学生连同转校生一起前往教室1楼上课，如玩家拒不配合，将采取强制功能。注意，今天是周一，平安夜效果已失效。我当然不想体会强制功能，尤其是在平安夜效果消失后，所以我立即动身前往教室。我来的时候，慕名也到了，他选择和我身侧的座位坐下。我注意到慕名手上多了1道白环，身上也多了一些伤痕。霸凌3人组和赵强也陆续出现，赵强选择了我身后的座位，霸凌3人组则坐得很远，看向我和慕名的时候满是提防。霸凌者们手上第2个黑环十分闪耀，想必昨晚是和慕名对上了。慕名毕竟是 S 级玩家，也难怪他们注意提防。我想和慕名交流，但碍于赵强离我太近，所以直到课程开始，我们都什么没有说。NPC 老师走上讲台，他微微扬了扬手，我们桌子上便都多了一本课本。今天我们来上声乐课，我们今天来复习一首童谣，老同学们要唱给新学生们听啊。随着老师拍拍手，学生们开始低唱，诡谲悚然的歌谣便响起在学校的每个角落。
你在星期日出生，神明给予你祝福、善良和健康的心脏。你在星期三死去，于是困顿、彷徨，向神明许愿。于是你在星期日复活。我的孩子，你将在灰烬中重生。我的孩子，你将在灰烬中死去。一堂课上完，令人毛骨悚然的歌谣才终于停止。然而我注意到，刚刚演唱的时候有不少 NPC 趴在桌子上昏昏欲睡。我不由有些困惑，难道在这个副本里 NPC 也会偷懒吗？这未免有些太像人了。老师走之前忽然道：“转校生们，记得好好看校规哦。”随着他的话语，书本刷刷作响，又忽然在一页停住。校规：第一，睡觉时间不能在外面逗留；第二，不准在图书馆和教室吃东西；第三，在教室里禁止大吵大闹，中午12点过后，教室将不再开放。我抽了抽嘴角，忍不住吐槽，这校规出现的方式还真是有些随意呀。然而很快，我便没什么心力吐槽这些了。霸凌三人组迎面向我走来，他们笑嘻嘻地看着我：“你今天还要来南寝吗？”他们嘿嘿笑着：“小姐姐，期待你过来哦。不过今天可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们笑作一团，但碍于校规3，终究不敢太过放肆。我无视他们的挑衅，凝神想着刚刚的线索，想整合一番。身后的赵强却突然走到我面前，忽然接话：“新手保护期已经过了，你是要小心呢。”面对这似是非是的关心，我依旧面无表情。我注意到他手上依旧什么都没有，直到现在他都没有选择任何阵营。见我不理他，他又是一笑：“态度不要这么差嘛，不管过程怎么样，我都算是帮了你呀。我帮你吸引了注意力，让你获得了白环，不是吗？可如果有差池，我又会怎么样呢？所以对于他，我只能敬而远之。”我闭上眼，索性眼不见心不烦，不再看他。歌谣我暂时参不破什么，但根据校规来看，教室算是一个安全区，而校规提到的图书馆吗？我睁开眼，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海中浮现。而与此同时，睡觉的几个 NPC 也已经醒了，他们盯着我和牧民。其中一个 NPC 咧嘴嗤笑：“又来了新人啊，又是来送死的呀！”哼，我建议你们别负隅顽抗了，做什么都没有用的。游戏里有个常用的操作，就是让一堆 NPC 说一些消极话语，以此影响玩家判断。我自然不会轻易上当，可下一刻我却怔住。一个 NPC 伸了伸懒腰，舒展的手臂上赫然印着4个白环，那白环和我手上的如出一辙。可系统不会骗人，登录的玩家不是只有我们6个吗？你们是老玩家？牧民注意到这边的情况，大胆猜测。老玩家们点了点头，他们的视线越过我和牧民，看向霸凌三人组的黑环。他们的视线中明显带着羡慕。而令人意外的是，老玩家的手上都是白环，没有一个黑环。这又是什么情况？最开始出生的老玩家耸耸肩道：“如你所见，我们这群老玩家都没离开，可想而知，我们一开始选的道路就是错误的。”我却摇了摇头，我坚信我的选择，我没有选错。系统不会一开始就设定不公平的选项，所以一定有破局办法。见我坚信，面前人依旧面无表情，我佩服你的自信，那么就希望你这份自信能一直保持吧。喂，小光，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厕所呀？霸凌三人组忽然把小光团团围住，而其他 NPC 似乎对他们3人言听计从，不过眨眼间便和他们站到一起，骚扰着小光。小光脸色惨白，他连连摇头，瑟缩着想躲。我皱了皱眉，连忙挤进去，对小光道：“小光同学，我是转校生，我想问问你，这里有小卖部吗？”小光点了点头，知道。我哦了一声，继续道：“那么12点之后，可以麻烦小光同学和我一起走，去小卖部买点吃的吗？”小光眼中冒出泪花，几乎要哭了，却还是点了点头。然而下一秒，变故突生：“去死啊！你这个 NPC， 快给我死！”一个人影忽然窜过来，他手中的利刃发出森然的光芒，直直对着小光。可他手上白环闪耀，他明明是个选择天使阵容的老玩家呀！我快速反应过来，挡住小光面前，刚想要技能，就见牧民站起身，一脚把老玩家踹飞在地。不愧是 S 级玩家，武力值就是优秀。随着我们的动作，转瞬间，我和牧民手上流光四溢，又多了一道白色光环。冰冷的系统音也在此时响起：玩家10086号违反校规且选择错误，立即抹杀。校规3说，在教室里禁止大吵大闹，中午12点过后，教室将不再开放。老玩家很明显过于大吵大闹了，至于选择错误，我推算则是因为他明明选择了天使阵容，却试图用恶魔阵容的做法来解决事情。随着系统话音刚落，倒下去的老玩家便口吐鲜血，断了呼吸。下一刻，啪嗒啪嗒的声音响起，面具人忽然出现，上前清理玩家尸体。牧民呼吸紊乱，猛地冲了上去，摇晃着面具人的肩膀：“程月，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牧民啊！”我立即意识到这是程月，于是我也急忙跟上。可回应牧民和我的是面具人冰冷的嗓音：“检验玩家影响 NPC 运行，如玩家继续 ，NPC 将有攻击行为。”我想起上个副本舞会里的面具人，一出手就砍下黄毛手臂，连忙将牧民拉开。
程月，你还有自己的意识，对不对？我盯着程月，开始发动收容所技能，可我的技能却如同进大海里的水滴，掀不起一丝涟漪，也吸引不到程月的注意力。随着我发动技能，系统声音忽然在我脑海中出现：检验玩家发动技能，技能发动失败。失败原因：玩家等级过低。NPC 面具人在当前副本为非主要 NPC， 玩家无法收容。一瞬间，我如堕冰窖，而转瞬间，程月就把尸体收敛好，消失在教室里。牧明失魂落魄地看着我，干巴巴地问我怎么回事。我叹息一声，低声道：系统说我等级太低，所以无法收容非主要 NPC 的程月。听了这话，牧明明显松了一口气，也是，你才参加2场游戏，等级低受限制也是正常的。他努力挤出笑容，安抚我，没关系，只要还有希望就好，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赢得游戏，帮你提升等级。不就是一个 NPC 吗？至于这样吗？老玩家白了一眼牧明，很明显难以理解。他不是 NPC， 他叫程月，他有自己的名字，他是我的。说到最后，牧明双眼通红，嗓音越来越低，直到一个字也说不出。上一轮游戏由他发出的子弹，在这场游戏里正中眉心。我躲开老玩家和那群 NPC， 将牧明和小光拉在角落里坐下，而后问牧明：程月到底是怎么回事？上一场游戏里不是还好好的吗？之所以不背着小光，一是他目前的确需要我们保护，二是系统会自动屏蔽非 NPC 能知道的信息。换句话说，就是每个字他都能懂，但是连在一起他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超出游戏内的信息 NPC 是不会知道的，系统会自动修正他的信息。提及此事，牧明咬牙切齿，因为夏薇就是最开始欺负你的那个玩家，程月性格直，得罪了他，所以他在游戏里修改了关键信息，才害了程月。因为太过哀痛，牧明省略了关键信息，只说了结果。而弹幕就不一样了，提及程月，弹幕忽然变多了，又是夏薇造的孽哦。提起夏薇我就来气，要不是他，我 CP 怎么会闭环，还是这么惨的 B 方式啊！我月神这么好的人，死的却那么惨，直接被斧头男腰斩了，那得有多疼啊！哎，哪怕那么疼，月神还能用技能保住牧明，都怪夏薇。呜，就是夏薇这个狗灯戏害我们只能玻璃渣里找糖，我恨。楼上的你们怎么回事？什么都要怪我们微微，你们这群 CP 粉过分了吧？就是啊，程月技不如人而已，我们微微也只是自保而已。再说了，退一万步讲，牧明还要谢谢我们微微呢，要不是他，牧明能升到 S 级吗？这都要记恨，真是没良心。嘻嘻，哪天让我们微微把牧明也送走，直接让你们 CP 地狱里团聚好了。弹幕炒作一团，后面的实在没什么信息价值，我索性也就不再看了。眼前，牧明强自镇定，开始分析刚刚偷袭小光的老玩家手上有4个白环，所以目前来看，第5环应该是个门槛。我点了点头，也投入解密的头脑风暴中。我们在白纸上推算了许久，却还是没什么收获。直到中午12点的钟声响起，我们还是没什么进展，只能粗略地得出想办法先升4环的结论。我知道教室的保护效果也要失效了。果不其然，钟声响起的这一刻，那堆人便如苍蝇般围上我们。午饭时间到喽，小光，和我们一起去食堂啊！我和牧明对视一眼，我立即道：这要巧啊，我正好不知道食堂在哪里呢，不如我们一起去吧。我注意到提及食堂的人不止霸凌3人组，原本的 NPC 也提了这件事，那就意味着这也可能是个线索。所以，身为玩家的我们也只能先去一趟了。一到食堂，我们便紧跟着小光，我和牧明前后夹击的排队，把他和夹心饼干似的夹在中间。我们刚打好饭，霸凌者们便蠢蠢欲动，我对此熟门熟路，低声让牧明提前做好准备。果不其然，我话音刚落，便有人按捺不住去撞小光手上的饭，牧明率先冲出去拦住人。然而此刻3人组也来了，为首的老大道，他们只有3个人而已，我们一起上。食堂里的 NPC 在一瞬间回头，死死盯着我们。这一瞬间，我终于想通审判者所说的撒旦庇佑是什么了。在这个副本中，撒旦阵营的人可以指使副本中的任意 NPC。我倒吸一口凉气，当机立断，快跑！追逐战要开始了。所谓追逐战，就是一般恐怖游戏里会在一个情景中设定，让 NPC 去追逐玩家。这个设定中，一般被追上的玩家会非死即残。牧明反应很快，立即问道：往哪跑？我快速捋了捋信息，给出答案：图书馆。校规2提到教室和图书馆不能吃东西，既然提到图书馆，那总归是有用处的。在我爹在恐怖游戏当 BOSS 2BJK 22 NPC 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和牧明拉着小光就跑。在我们身后，脚步声重叠，黑压压的人群直直追着我们，却在我们走向图书馆的时候，又渐渐散去。如我所料，图书馆又是一个安全区。在我看见图书馆门口大写的禁止喧哗，保持肃静后，越发确定这一点。而在我们踏进图书馆的这一刻，令人欣喜的事情发生了，我和牧明手中的白环终于变成了4个。图书馆陈设和正常寻常的图书馆一样，没什么不同，只是入口处写着闭馆时间下午5点。看来这个安全区会在下午5点失效。
因为我们无法界定系统认为的肃静是什么程度，所以我们不敢在图书馆说话，只能在笔记本上写字来做沟通。牧民写着：小光，他们为什么欺负你？小光回他：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像乞丐，他们是这样说的。牧民写：这是什么扯淡的理由？明明就是他们在蓄意针对。我建议你狠狠反抗回去，这样他们才不敢欺负人。小光沉默了许久，才回他：你昨天也反抗了，可是有什么作用呢？今天他们还是追着我们打呀。牧民陷入沉默，不再写任何东西了。一下午的时间很快过去，钟声响起，时间来到下午5点。我发现每到关键节点，钟声就会响起。随着钟声到来，沉寂许久的小光忽然在笔记本写道：时间到了，我得回寝室了。可写这句话时，我分明看见他恋恋不舍的眼神。哪怕是 NPC 也不喜欢那样的环境。我知道游戏系统在推波助澜，而我和牧民却无法阻止。我能做的也只有嘱咐牧民和他一起。但我还是不死心，和他们一起来到男寝室门口。可每次一等我接近，门就会自动生出铁链，锁在一起。而男寝室外也有铁栅栏和铁链缠绕，别说我能不能进去了，现在来看，就是苍蝇蚊子都未必能进去。当然，这些东西虽然麻烦，但若是动用爸爸给我的道具，也可以解决。真正打消我念头的是系统冰冷的提示音。Debuff 男寝老大爷的怨气生效，玩家陈思思无法进入男寝室。警告！警告！玩家陈思思进入男寝室将被抹杀。牧民吓得眉头一跳，连小光都顾不上了，飞也似的从男寝室跑到我面前：你快走，别在这里逗留了，这不是你耍脾气的时候。看来上次游戏我的一些激烈作风令牧民心有余悸，但现在不是解释这些的时候。我麻溜地点了点头，把他朝男寝室方向推了推：你们走吧，我去女寝室找找线索。牧民见我离开，才松了一口气。牧民真是运气好，能先一步通关了，这游戏对男玩家也太过友好了呀。眼见周围没人了，阿宝便跑出来为我抱不平。我却再次强调，游戏系统一定是绝对公平的，男玩家也好，女玩家也好，都不会讨到便宜。何况如果真的那么容易，老玩家们也不会卡在4环上了。阿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却还是有些疑惑：那如果你的队友不是牧民，而是那个赵强怎么办？我道：那或许对于我男寝室的限制就会解除。我说过，游戏是绝对公平的，至少设计它的人一定会想方设法让它达到平衡。阿宝似乎想到了什么，他刚想说什么，但又像顾忌什么似的，生生止住话语。我大概猜到他的想法，但这里显然不是个讨论的地点，于是我止住话头，转移话题。不过阿宝，你出来的正好，我记得你是有实体的吧？拜托你去男寝试一下，把这2块面包给小光和牧民吧。我笑道：我拥有技能，可以从收容所里拿出食物，但小光和牧民未必不需要。我也是刚刚想到这一点。而我被限制不能进入男寝室，但你是可以的，所以拜托你了，阿宝。好。阿宝听话的点了点头，而我则回到女寝室，一到女寝门口，便见凯瑟琳在门口等我。凯瑟琳一见到我，便迎上来，总算等到你了。昨天一过12点，我就被限制住，完全动不了了，直到中午钟声响起，我才醒过来。凯瑟琳犹豫了一下，还是继续道：身为前任 S 级 BOSS， 我能感觉到这个副本里有和你相抗衡的东西，甚至可以说，这个副本就是故意来削弱你的力量的，所以就连我也被削弱力量了。自从醒来后，我的能力便被削弱了。在这个游戏里，我应当只能解决一些普通 NPC， 也就是和你的武力值相等。我立即意识到，这个副本对于凯瑟琳和阿宝有很强的压制效果，所以之后我们绝对不能单独行动了。凯瑟琳忽然道：对了，还有一件事很奇怪。我问他：什么？凯瑟琳纠结再三，还是道：你一定要小心周日里出现的神级 BOSS， 就是那个审判者。我总感觉他在模仿你，某种程度上讲，你们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你听没听说过一个故事，鬼怪会故意模仿人类，等到他和你越来越像的时候，他就会将你取而代之。凯瑟琳满脸认真，我却有些忍俊不禁。那么强大的神级 BOSS， 怎么会用这么低级的手法害人？那也太没格调了。但见凯瑟琳如此郑重，我还是点了点头，一口应下。而后我将他收入收容所，进入女寝室。出乎意料的是，赵强居然在寝室里。我一推开门，就见赵强对着我笑：终于回来了，我等了你好久啊。我们还没熟到这种地步吧？我皱了皱眉，问：等我做什么？赵强敲了敲桌面，我注意到那里放了一碗面。他面不改色地看着我，温声道：追逐战很辛苦是不是？看你一天都没吃饭了，这是特意给你准备的。我道：谢谢你，不过我自己有食物。我将进门前从收容所拿出的面包拿出来，我需要快速吃掉，补充体力。见我不领人情，赵强叹了口气，语气似乎有些受伤，又以为我要做坏事了吗？可这次真的没有哦。他当着我的面平静地吃光了面，似乎在向我证明面没有任何问题。可就算面没有问题，我却还是不信他。我心里没任何波澜，吃完东西便简单搜查了女寝室，但很遗憾，这里没任何信息。当然，不排除赵强先一步搜查好，
将线索藏起来了。至少目前我在你寝室得不到什么线索了，所以我准备去忏悔室碰碰运气。见我起身，赵强有些遗憾地道：“你要走了吗？好吧，祝你玩得开心。”我客气地回他：“你也一样。”一出来，凯瑟琳便在收容所和我交流。赵强虽然没选择天使阵容，但人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副本里，你若是方便，可以顺手帮他通关。我却道：“不要用眼睛去看一个人，凯瑟琳，要用心去看。糖衣里包裹尖刀，要比明面上的利刃可怕得多。”我语气轻松，半开玩笑道：“当你贪恋美好，给予你美好的人若给你迎头痛击，你可是会滑落深渊，九死一生的。”我笑了笑，故作轻松道：“不过我运气一向不错，就算九死一生，那个生还的也一定是我。我会很努力从深渊里爬出来的。不是想法消极，也不是被伤过之后失去拥抱美好的能力，而是这就是我的真实经历。”凯瑟琳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说的也多，就像我一样，当年审判台上站着的许多人都是我的亲人，没什么比这个更伤人了。眼见提到凯瑟琳的伤心事，我连忙转移话题：“阿宝还在男寝室呢，我们和他会合。”接到阿宝后，我立即朝着忏悔室的方向出发。昨天有平安夜效果，处于新手保护期的我们前往忏悔室，或许不会有什么收获，毕竟都是平安夜了，就一定会杜绝所有有危险的事情发生。而今天平安夜效果解除，或许一切就不同了。果不其然，我只不过刚刚接近忏悔室，就听一阵咚咚咚的声音出现，那是重物坠落的声音，它响个不停，令人头皮发麻。直到接近，我才发现原因，一个人接着另一个的人从顶楼顶坠落，前仆后继。而在坠落后，他们却又重新站起，重新回到顶楼上，从顶楼上再次跳下来。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这些人手上无一例外都带着白色光环，且都是4个白环。传言里说，神觉得自杀的人有罪，所以要惩罚他们，令他们一次又一次重复自杀时的动作，永生永世都无法解脱。一道声音忽然从我身后响起，吓得我一个机灵。我一回头，才发现审判者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我硬着头皮道：“是吗？”我顿了顿，终于缓过刚刚的惊悚感，认真道：“可如果神真的这样说，那就是神错了。那么做错事的神便不该是神。”很久的沉默后，审判者勾起嘴角，冲我笑道：“很好，我喜欢这个说法，你一定是个乖孩子。而乖孩子总该被奖励。温馨提示，你需要在钟声响起前回到寝室休息。”这一点和牧民得到的线索没什么不同，我不免有些心生失望。然而下一秒，我就没这份心思了，因为审判者继续道：“当前时间为晚上9点50，而今晚的钟声将在晚上10点钟响起。”啊！正愣之余，我开始快速狂奔。幸好我跑回女寝室的时候，指针刚好指到9点59。呼，还有1分钟的时间。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麻溜地跑回自己寝室。我刚爬到床上，就听绵长的钟声响彻校园，我的意识也随着钟声一起沉睡。今天是周二，周一里发生的一切都令我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一起来便赶往教室。一进教学楼，我便和牧民打了个照面，他和昨天相比，看起来更凄惨了。白衬衫如同被红色扎染，还碎了几个口子。他裸露出来的皮肤也有些淤青，看着格外艰难。见我完好出现，他顿时松了一口气，大步向我走来：“你还活着就好。”我笑道：“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会救程月，就不会在这之前轻易让自己死掉。不过你这是……”牧民苦笑道：“没什么，不过是男寝室的追逐战太难熬了而已。我们一旦进入追逐战，就很难离开寝室，空间太小，我们想跑都跑不了。”牧民半是无奈，半是感慨，看来近水楼台也未必是好事。我原本以为我会先你一步变成5环呢。我看了看他手上的4环印记，心下一沉，所以一整晚过去，哪怕你尽力拦住他们，还是这样。对，牧民肯定的点头道：“目前来看，恐怕我们无论怎么帮助小光，都无济于事了。就像那些老玩家说的一样。”牧民的语气逐渐低落，但转瞬间他就调整好心态，问向我：“你呢？你昨天去忏悔室有没有发现什么？”我立即筛选出重要信息和牧民共享。牧民听完却皱紧眉毛：“忏悔室的尸体都是天使阵容的吗？不过这样说来，我们的活动时间变少了许多，搞不好之后的1周，我们的活动时间都会一点点变少。不过系统的意思应该是我们至少有1周的时间，所以也不怕，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行动。”牧民的眉头不断皱紧，几乎要拧成2截。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别的信息了吧？我却打断他的话：“不，还有一个。”牧民一愣，有些疑惑地看着我：“什么？时间？从审判者第一次给你信息开始，从钟声响起开始，从校规不断记录时间开始，其实就一直在强调时间这件事。所以时间是唯一破局的办法。我们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清楚游戏内部所需的时间是什么。”牧民一脸震惊地看着我，直到走入教室，他才回过神。最终，他十分真诚地问我：“小孩，你真的只有14岁吗？”我一边点了点头，一边开始翻看桌子上的课本。我的课本最后一页被撕了，牧民的也一样，包括我们的桌子也满是侮辱性的划痕。什么贱人母狗，
怎么下作怎么来，不过都是些弱智手段，已经不能令我生出神秘情绪了。牧明是成年人，情绪十分稳定，发现这些也只是感叹，看来我们是被盯上了呀。这倒有点麻烦，被撕掉的那页有可能是关键信息。哎，早就说你们做什么都没用的。就在这时，老玩家忽然叹息出声，你们也发现了吧？天使阵容的人到达4环之后就无法进步了，你们到最后只会困在这里，不得解脱。他几近绝望地看着我们，眼神满是怜悯，或许是在怜悯我和牧明，也或许是在怜悯自己。可我一向不会被这种话左右，我静静坐在座位上，等待上课钟声响起。今天依旧是声乐课，昨天的歌谣你们复习的怎么样了？老师慢悠悠地走上讲台，他一边问话，一边看向我们。今天流程和昨天有些不同，老师一上来便指着小光道：“小光同学，老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那么就由你来领唱吧。”闻言，小光麻木地站起身，走向讲台。虽然脸上有些淤青，但他依旧面容平和地领唱，阳光洒在少年乖巧的脸上，衬得他仿若天使。不出意外的话，他未来会成为老师、警察、音乐家、科学家，他该有无限可能，却唯独不该成为一具冰冷的、支离破碎的尸体。花儿应当绽放于蓝天，而不该摧毁于泥土。我闭了闭眼，强自压下心间的情绪，让自己去接收新的信息。歌谣和昨天的一样，只是在后面多了几句。你在星期日出生，神明给予你祝福、善良和健康的心脏。你在星期三死去，于是困顿、彷徨，向神明许愿。于是你在星期日复活。我的孩子，你将在灰烬中重生。我的孩子，你将在灰烬中死去。可你无论是谁，嘻嘻嘻嘻，你都无法出去，你都无法出去。嘻嘻嘻的笑声格外瘆人。表面上，这次歌谣中加入的几句话明显是在攻心，想让玩家们害怕。但我总觉得一切应该不止如此。可不得不说，配上这格外动人的笑声，歌谣带来的氛围感的确挺让人心生恐惧。直到课程结束，我饱受折磨的耳朵才终于能歇歇了。一下课，3人组便和 NPC 一起讥笑小光，开始说小光唱的难听。他们用尽生平言语，极尽可能的去抹黑小光。小光不理他们，只是把头压得很低很低。我知道那种感觉，那并不好受，所以我出声转移他的注意力。小光同学，你昨天吃饭了吗？他乖巧点头，眼眶却有些湿润。吃了。牧明哥还因为这个差点断了一个臂膀。他用力吸了吸鼻子，努力挺胸抬头，压住眼泪。但我也是很厉害的，我很快就把面包塞进嘴里了。谢谢你的饭，真的谢谢你们。这是第一次有人关心我吃没吃到饭。我冲他笑了笑，我知道那种感觉，那并不好受。不过很快这件事就会过去的。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直到中午12点，钟声敲响。我们很快度过一个上午。一下课，追逐战便开始了。由于校规2不准在图书馆和教室吃东西，而在这2个都是安全区的情况，能给小光补充食物的时间很少，所以这次我卡了一下时间，赶在 NPC 退去我们又没进入图书馆的空档，给小光补充了食物。可奇怪的是，这一天我们无论做什么，手上都是雷打不动的4个白环，一点都看不到第5个光环的影子。眼下他快速吞下食物，风卷残云般吃完，而后冲我们笑道：“谢谢你们。”虽然这样说有些奇怪，但我好像真的拥有真正的朋友了。我轻声道：“在你的未来会有很多朋友的。”我们这次依旧只能下午5点。走出图书馆后，我又给小光补充了一些食物，而后道：“我和牧明一定会努力找到办法，帮你解决这件事的。你一定要等等我们。”离开图书馆后，我照旧回到女寝室，却依旧一无所获。所以我草草吃了点东西补充体力后，只能前往忏悔室碰碰运气。又见面了，思思。我有些惊讶，审判者知道我的名字，但想着毕竟他都是神级 BOSS 了，有点金手指、特殊手段什么的，也属正常。反应过来后，我便和他开始尬聊。好巧，你也在呀。虽然截止到目前为止，神级 BOSS 都没有什么攻击人的举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无害的。纵使猛兽没露出獠牙，但他却依旧是猛兽。所以在和他尬聊的同时，我悄咪咪规划好逃跑的路线。这个 BOSS 很奇怪，他东拉西扯，谈起现实世界。他问我吃的好不好，住的好不好，甚至还问爸爸对我好不好。眼见话题逐渐离谱，我连忙把话题拉了出来。我没理清什么头绪，游戏的解法究竟是什么？当然，我不过随口一问，根本没指望 BOSS 能把通过方法教给我。果然，审判者闻言只是推了推眼镜，似是非是地说了一些话。你需要忽视外在的一切假象，用心去找答案。如果是你，会怎么破局呢？这件事最好的解法会是什么？有些时候啊，是需要长者登场的。老实说，我没听懂，这对14岁的我来说有些过于深奥了。见我面露迷茫，审判者笑了笑，他意味深长地道：在游戏里 ，NPC 的性格真的重要吗？在这个游戏里，谁才是主宰呢？ NPC 的性格主宰一切的东西，我感觉自己好像抓住了什么，可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我脸色一白，忽然察觉不对，一切都太晚了。
就在这时，审判者道：“现在是晚上7点40分，所以小朋友，你猜猜，今天晚上几点钟声会在几点响起呢？周日12点，周一10点，今天什么时间，并不难猜。”所以，我自信满满的回道：“晚上8点。”审判者笑眯眯地点了点头，而我则狼狈地朝寝室的方向溜去。回去的路上，我将阿宝放出来，快去找牧明，告诉他一定保护好小光，明天是星期三，小光可能会出事。我在晚上7点55分赶回寝室，寝室里空无一人，只有我自己。最后5分钟时间，我都在焦急地等着阿宝。好在阿宝在最后1分钟才点回来了。思思姐，你放心，我已经告诉牧明了。我总算稍稍放下心来，伴着钟声入睡。今天是周三，小光在一开始见面就说过，周三和周日要前往忏悔室，所以今天我们不用去教室了，而是在忏悔室集合。忏悔室离我的寝室比较近，因而我是最先到的，牧明也很快到了，反倒是3人组和赵强赶在最后才不紧不慢地出现。忏悔室今天坐满了人，除了我们这6个玩家，还有游戏内部的 NPC 及老玩家。我注意到弹幕忽然开始变多了。话说回来，这6个玩家除了牧明之外都很弱，基本都是新人，居然还都活着，真是奇迹。嗨，版本 T0某位某年太多了吗？咱们游戏系统也要跟着时代发展不是？楼上的别开玩笑了，你们难道不觉得这种情况才是最可怕的吗？今天可是星期三，他们6个可一直没遇见什么危险，要是这时候来波大的，会怎么样？团灭警告啊！系统的心还是这么黑，这么险恶。我意识到不对劲，环顾四周，却都没发现小光的身影。一种不祥的直觉在我心间泛滥，我连忙看向牧明，小光呢？牧明脑袋上血迹未干，模样看起来十分憔悴，能令 S 级玩家焦头烂额的追逐战，想必不会轻松。牧明苦着一张脸道：“他不见了，昨天钟声响起，我就失去了意识，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见了。我想找他，但系统忽然采取半强制功能，让我直接来这里了。”牧明道：“不只是我，南寝室的所有玩家，包括老玩家，都被系统采取半强制功能，丢到这里来了。”我的心瞬间跌入谷底，彻底想通审判者昨日的话语。这个游戏里 NPC 的性格是不重要的，因为在这里最具权威性的是系统，所以哪怕 NPC 在性格上并不喜欢这件事，却依旧会被系统推着走。就像玩家一样，哪怕不想来这里，系统也能用半强制功能让你来这里。也像小光一样，哪怕他真的很想活下去，却依旧砰的一声，重物落地的声音响起。我顺着声音响起的方向过去，便见一个瘦削的熟悉的身影落在地上。就在昨天，这个身影的主人还对我笑着说：“我相信思思姐姐，我一定会坚持住的。”与之相对照的是3人组的欢呼声。太好了，我们成功了，哈哈哈！现实里你斗不过我们，游戏里你也是一样的。啪嗒啪嗒的高跟鞋声响起，审判者悄然而至，同周日那天一样，他念起判词，我聆听神奇的声音。上帝说乖孩子应该被赐予光环，他带来了上帝的福音；而撒旦说众生平等，坏孩子也该获得光环，他带来了罪与罚，却也拥有撒旦的庇佑。而今天又有些不同，审判者在念完这几句话，忽然用手指向3人组的方向。那么，我在此宣判，你们有罪。话音刚落，3人组手上的黑环开始闪着乌漆嘛黑的光芒，第5道光环终于出现，5个黑环相互交融，最后化为黑色的5芒星。太好了，我们终于能出去了。是啊，这也算那小子做了点贡献了。出去做点什么好呢？老大，要不我们趁出去前串口供，别说错话呀。3个小畜生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对此洋洋得意。审判者将一切收入眼底，他微笑着继续道：“游戏还未结束，请天使阵容玩家再接再厉哦。顺便一提，中午12点之前，玩家不能离开忏悔室。游戏还未结束。”我猛然缓过神，小光已经死亡，但游戏居然还没结束吗？头脑彻底清醒起来的我，忽然发现一个细节：以往有人死亡都会有 NPC 出来收拾尸体的。虽然最开始我觉得这一举动有些鸡肋，因为对游戏系统而来，是可以悄无声息地让尸体消失的。可现在看来，这分明就是一种暗示。为什么直到现在，面具人还是没出现呢？那是因为一切还有转机，我们还没有输。中午12点的钟声按时到来，也就在钟声响起的那一刻开始，外面乌云蔽日，光芒褪去，一切如同黑夜。窸窸窣窣的声音开始出现，外面倒下的身影一点点摸索着站起来，推开了忏悔室的人。一道惊雷划过，照亮了来人的清白又满是血迹的脸。他停在忏悔室门外，喃喃自语，像是说给自己听，也像是说给我们听。我的眼睛好疼啊，因为有人将我的眼睛夺去了。我的脑袋好疼啊，因为有人砍了我的脑袋好多刀。我想说话，我呼救，可泥土却将我的嗓音遮掩。审判者的声音也在此刻响起：小家伙们，要坚持到下午5点哦。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分明在这人平和的语气中听出了几分幸灾乐祸的意味。话音刚落，小光便咧开碎裂的嘴，忽然拔高声音，冲我们哭笑着走来：你们应该将眼睛还给我，应该都还给我吧。小光的嗓音逐渐尖锐：来陪我吧，都来陪我吧。
我咬了咬牙，抬头冲穆明小声道：“你准备一下，追逐战估计又要开始了。”下一刻，小光如蛇类动物一般滑行到三人组身侧，他的手死死捏住三人组老大的手，嬉笑着：“现在你还的是手指。”话音刚落，老大一声惨叫，被小光握着的那根手指直接裂开。如我所料，追逐战开始了。不如我所料的是，追逐战的目标不是我。像是为了吸引仇恨，系统内该死的声音再次出现。撒旦阵容罪与罚模式开始，请玩家注意，下午5点撒旦之门开启，在此之前一定不要受伤。天使阵容 buff 上帝的福音生效 ，NPC 及撒旦阵容玩家无法以任意方式攻击该阵容玩家，包括但不限于精神攻击和物理攻击。生效时间为5小时。游戏果然是绝对公平的，撒旦玩家看似占了优势，抢先能够通关，但在小光如此强烈的追击下，是很难保证不受伤的。除非他们2保1，两个人自愿做肉盾保护另一个人，才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但眼见第二波攻击，三人组的老大老二将老三踹倒，挡在自己身前的情况，我立即明白，目前这种概率为0。今天以前，他们不断使用自己的特权攻击围堵小光，可今天猎物和猎手的角色却兑换了，不禁让人唏嘘。一道声音忽然打断了我的思索，是赵强。他悠悠道：“看见他们这么惨，你心里很痛快是不是？其实你看，你是喜欢看见这一幕的。你喜欢以暴制暴，所以本质上和施暴者，你和他们也没什么区别的，都是暴力的拥簇者而已。你利用小光达到了自己卑劣的报复心理，现在你很开心吧？”我转头看向他，他手上依旧空无一物，直到现在，他也没选择任何区别。很遗憾，你都说错了。我静静回他，心绪从所未有的平静，说的最错的就是这件事。我没有利用小光，更没有想让他死。我竭尽全力，尽我所能，奉献出一切我能奉献的力量，阻止悲剧发生。纵然失败，但我做了一切能做的。我问心无愧。下午5点，天空放晴，钟声响起，漆黑如深夜的校园在转瞬间变亮如白昼。小光也随着阳光出现，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满是伤口的三人组歪在操场中间，除了死亡，小光将这几天的所有暴行一一奉还。审判者也伴随着钟声现身，他笑呵呵地拍了拍手，一道通体漆黑、装饰着古朴花纹的大门便缓缓出现。恭喜你们活到现在，不过你们似乎走不动了，就只能劳烦我代为执行了。话虽如此，但审判者的笑容明显不那么开心了。他的眼神看向三人组的时候，就像看着什么脏东西似的，充满嫌恶。他动作利落的一手一个，把三人丢入门中。与此同时，系统音也赶着响起，恭喜玩家张天骄、李森、马耀祖通关，达成 Bad End NPC 小光的失乐园。然而在他们离开之后，黑色的大门却并未消失，它逐渐褪去花纹，褪去如墨般的黑色，变成一个泛着微弱白光的普通大门。穆明一愣，这是什么？不会是天使之门吧？自地狱之门出现开始，赵强就一直挪动着步子，慢慢接近大门。只是刚刚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三人组身上，没有注意到他，直到现在才发现他离大门不过几步距离。眼见大门变换，他立即快走几步，整个身体都投入大门，随着大门中央的漩涡涌动，他彻底消失在游戏中。系统的提示音也随之出现，恭喜玩家夏威通关，达成 Normal End， 目睹小光的失乐园。谁通关了？夏威、赵强、蔷薇、夏威。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身侧是穆明的疯狂的低吼声，那是夏威，那居然是夏威。眼前则是一排排翻涌的弹幕。我靠，赵强就是夏威，这人年纪不大，藏得却好深啊。那他之前对思思宝宝那么关怀做什么？还摆出那样的情深意切的嘴脸，我靠，细思极恐啊。别说了，我都有心理阴影了。我记得程月和上局和思思宝宝一起登入游戏的中年大叔都是这么没的。当然也有一些意见不同的弹幕。嘻嘻，微微宝宝牛逼，又赢了一局。这就算赢了，走了一个普通结局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是吧？都是投机取巧来的而已，都是运气，没有任何实力。楼上可别睁眼说瞎话，能在第一天不受神级 BOSS 干扰，不选择明面上任何一个通关阵容，一条路走到黑，还确定能走普通门的玩家，可是少之又少。再者说，就算都是运气，那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嘛。好一会儿，我渐渐缓过神来。诚然，我不喜欢夏威，但弹幕这句话却说对了。夏威不是靠运气，而是真正猜出了一切。游戏只有3种结局 ：Bad End、Normal End 和 True End。而系统提示的正确结局，虽然明面上只是 True End， 但事实上 Normal End 也可以算是正确结局的一种。夏威最开始便推算出这3种可能性，而后选择了普通结局这个最轻松又不涉任何风险的旁观者阵容。而选择走这条路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继续隐藏姓名身份，系统不会刻意针对他播报他的名字。也因此，直到最后通关，我们才发现赵强就是夏威。穆明脸色惨白，一切都结束了，那个夏威又赢了。我却摇了摇头，不，还有转机，一切还没有结束。我借着明媚的阳光，
打开追逐战中我趁乱捡到的日记本，我着重找了时间，便发现日记时间只有周一、周二、周三以及周日。我笃定道，明天会是周日。哈，牧民看向我的眼神格外诡异，你是不是被夏薇气晕了？我的意思是，明天是周四啊。我平静道，不，明天一定会是周日。小姑娘，你很聪明啊。一道声音从忏悔室门口传来，我转过头，便见那天的老玩家直勾勾地看着我，眼中满是欣赏。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木池野，你真的很聪明，居然在第一轮循环就找到了关键信息。牧民敏锐地捕捉到木池野话语里的重点，连忙问道，什么叫做第一轮循环？木池野道，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在这个副本中，星期日到星期三为一个循环，所以每4天就会经历一次循环，而天天使阵容的人最多能经历7次循环。我道，也就是说，在这个游戏中，系统认同的7天里，每一天都是星期日到星期三的一个循环。木池野点了点头，我立即问道，那么你呢？你经历了多少次循环？木池野苦笑道，明天开始就是最后一次了，如果我无法通关，就会变忏悔室每晚排队跳楼的 NPC 尸体。我镇定道，也就是你经历了6次循环，那每次循环又是怎么结束的？见我追问，木池也像是想到了什么不开心的记忆，神情满是疲倦。就在我以为他不会说的时候，他忽然开口了，第一次循环处于谨慎，我们刚见到小光的时候犹豫观望了，所以没那么快聚集4环。我以为游戏一共7天，可没想到才过了2天，主要人物就死亡了。直到第2个循环正式开始，我手上才只有1个光环。第2次循环一开始，我就吸取教训，带着朋友疯狂刷白环，我们在第2天早上就升到了4环，但很快我就发现，无论我做了什么，都升不到5环。我以为这需要第3次循环开始，而我要在第3次循环升环。第3次循环，我发现我这想法错得离谱，依旧是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法升环。我不肯死心，用尽办法，白白浪费了一整个循环的时间。第4次循环就更离谱了 ，NPC 小光在星期一就死掉了，系统说小光4天滴水未进，是饿死的。可也是因为这个，我发现了系统计时的标准，你注意到了吗？我点了点头，4次循环，4天滴水未进，所以4天等同于4次循环。木池也叹息道，就是这样，我在黑夜里度过了2天，什么都没做，第5次循环便这样开始了。提起第5次循环，木池野的脸色忽然变差了许多，这显然是个关键信息，我立即追问，第5次循环怎么了吗？木池野的脸色更古怪了，小光变成了小红。我一愣，什么意思？木池野道，字面上的意思，小光从男生变成了女生。我立即反应过来，你是说发生地点变成了你寝室？不止如此，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木池野悚然道， NPC 小光是保存着每一次循环的记忆的。第5次循环，在我发现小红的时候，我彻底慌了，而后我发现我彻底进不去女寝室，通关真的没什么希望了。这几次循环里，我眼睁睁看见一对又一对撒旦阵容的玩家离开游戏，自己却只能被困在这里，我不甘心啊！所以我和好友动了杀心，我们想杀死他，想以撒旦阵容的方式通关游戏。我朋友率先动手，却转瞬之间就被系统杀死。而也是那时候，变成小红的小光忽然对我说，不过5次循环就让你动摇了吗？说这话时，木池也害怕的牙齿直打颤。他那个 NPC 哪怕再像人，但他实际上就是个怪物，他根本不需要我们帮忙。想一想啊，每一次循环他都像看笑话似的看我们试图拯救他，每一次循环的事情他又都能记住，多可怕呀！说着说着，他又有些绝望了。第6次循环就是这一次了，明天开始就是最后一次循环了，我真的走不出去了。审判者忽然开口，他悠然道，有没有可能事情不是如你所想的那样呢？眼见神级 BOSS 发话，哪怕木池也再怎么想反驳，却还是憋住了。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吗？审判者用讲故事的口吻讲述道，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火种，宙斯认为他有罪，于是宙斯折磨着他，令他的肾脏失去又长出。同样的，神认为未足岁却身死者有罪，于是设立循环，让少年的身躯在循环里碎裂又重组，让他在每个循环里遭遇劫难，并以自己最痛苦的放松逝去，周而复始。主人公历经无数循环，却依旧想要求生，想摆脱神的控制。我想这实在算不上可怕，最多算个励志小故事。我和牧民面面相觑，我当然听懂了审判者故事下的含义，这便是小光遭遇的一切由来。我张了张口，刚想为什么，就听系统音再次响起，神级 BOSS 韩清月出言不当，给予黄牌警告。哦，我还是闭嘴吧。审判者耸耸肩，好似刚刚被警告的 NPC 不是他一样，他依旧微笑着继续道，现在的时间为下午5点46，而钟声将会在6点响起。诸位不想被黑雾吞没的话，现在可以快点跑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脚底抹油了。我跑得最快，因为已经轻车熟路。第2天一睁眼，引入眼帘的不再是寝室，而是层层叠叠的白雾。白雾中逐渐显出少年的身形。少年迎上来，对我们笑道，我叫小光，你们就是这学期的转学生吧？秦老师让我带你们熟悉熟悉学校。
一如初见。我快速冲上前，趁一切还未开始的时候，指着小光身上的淡淡淤青，问道：“有人欺负你了，是不是？我说过，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如果是这样，请你点点头，好吗？”小光看了看我，没有犹豫地点了点头。有人欺负我，他们打我的胳膊，我的胳膊很疼。我问道：“那我们就要一起去找能解决这件事的人。忏悔室的审判者是不是就是你们的校长？”小光再次点头。我立即回头招呼牧民和老玩家和我走。一进忏悔室，我就提高了声音开始喊：“校长呢？我要找你们校长！有学生霸凌同学呀，有没有人管啊？不是审判者，而是这个学校的校长，真正的长者，真正能处理这件事的人。”在我的喊声中，神级 BOSS 韩清月随之出现，而后的一切便简单了：取证、验伤、查监控，在证实一切存在后，校长向我们承诺，动手的人会被监禁，如有再犯，就会被永久监禁。这是游戏世界里的法则。一切结束，事情在最开始的时候便得到了解决。最终，神级 BOSS 韩清月对我道：“中午12点，钟声会响起，钟声响起后，天使之门便会出现。恭喜，你们要离开游戏了。而作为你的妈妈，我希望占用你有一部分时间。”说着，他摘下黑框眼镜，没有眼镜遮挡，我们的眉眼如出一辙。震惊的情绪在此刻到达巅峰，无以复加。难怪神态 S 给我的感觉会这样熟悉。我太多激动，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反倒是他一脸镇定地拥我入怀，在我耳边低语：“你的技能和我的一样，看来系统还算遵守约定。”幸福来得太多突然，砸得我脑袋晕乎乎的，心里也如一团乱麻。好一会儿，我才从温暖的怀抱中回过神。系统，这又是怎么回事？我想起刚刚的黄牌警告，又连忙道：“要不你还是别乱说话了。”妈妈。我张嘴长了好半天，才有些羞耻的叫眼前人妈妈。叫完后，还十分不好意思地垂下头。可我又觉得有些难过，别人2、3岁咿呀学语间便能坦然叫出的称呼，怎么到我这里就这么难呢？妈妈轻轻扶了扶我的头发，温声道：“由于一些原因，我无法说太多，但只有一点你需要记住。某种程度上来说，系统便是神灵，所以游戏里系统是具有绝对权威性的，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我点了点头，大概明白了妈妈的意思。我们依偎在一起，不同于袒露身份之前的尬聊，这次的相处温馨了许多。直到正午12点钟声响起，闪着金色光芒，天使之门如约而至，我才恋恋不舍地从妈妈怀里离开。出去后就又是一个人了，没有一个亲人在。我忽然灵机一动，对妈妈使用技能，检验玩家使用技能，技能使用失败。失败原因：当前技能能级过低，无法带走神级 BOSS。妈妈似乎看透了我的想法，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去吧，我的孩子，我们终会重逢的。”我眼含热泪点了点头。临走前，我不忘去见了见小光，要和我一起走吗？一起离开这里，回到现实世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小光拒绝了我。这个世界有所改变，欺负我的人会被狠狠惩罚，所以我暂时想在这个世界里休息一段时间，等什么时候属于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了，我再回来吧。所以最终只有我和牧民以及一些老玩家一起大步踏入天使之门。临别前的最后一刻，我听见有人说：“最后，爸爸妈妈永远爱你。”刚一登出游戏，我就被一众嘈杂的声音吵得脑袋嗡嗡作响。怎么回事？我好生生的孩子怎么忽然就疯了？我苦命的孩子怎么好生生的就给烧糊涂了？一定是小光那崽子死了都不肯放过你啊！耀族你怎么直接承认了？你快说，这不是你做的呀！你没有害人。3个小畜生家长挨个哭天抢地，可无论如何都改不了眼前2个畜生疯了，一个畜生认罪的情形。见到这一幕，我不禁有些疑惑，这难道依旧是撒旦阵容的罪与罚吗？我记得系统离开的条件里有一条，那就是不能够受伤，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带着伤痕出来的。我在角落里静静打量着眼前这一幕，所以目前发生的一切应该就是违规的代价了。等了你好久，终于出来了呀！我循着声源转过头，就见夏薇歪着头，笑嘻嘻地看着我。他指着那边的情景道：“那边一共3个人，老大被查出来今年19岁，以他的年纪估计要判死刑。老2、老3年纪小，可好巧不巧，他们都疯了。且疯的时候还把自己摔了个半身不遂，这辈子估计都没法做什么事了。”他收敛笑意，直直盯着我。陈思思，看见这一幕，你是不是很得意呀？你故意选在这里登入游戏，还快速绑定了他们，不就是想泄愤吗？我抬眼看他，平静道：“攻心对我没用，我不会动摇我的本心。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如此而已。关于我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件事，我们不是朋友，所以我想我也不需要和你解释。好吧。”夏薇耸耸肩，收起那自人的笑意，对我道：“可不管怎么样，这一局是我赢了。下一次游戏可就没这次这么简单了，你要小心了哦。”面对他的挑衅，我只是平静回复：“那么我将奉陪到底。”